神奇的杆法所谓规律，白球纵轴上的点位是控制白球前后旋转的杆法，分别称之为高杆、中杆、低杆。横轴上的点位是控制白球左右旋转的杆法，分别称之为左塞和右塞。高杆打进直球，因为向前旋转，所以往前跑。这个球可以用高杆击打，就能带着前旋转走到黑球的位置。中杆打进直球，因为没旋转，所以定住。这颗球用中杆击打就能定住打黑球。距离目标球如果比较远，因为摩擦力的原因，杆头就要略微向下移一点，带上一点后旋转才能定住。低杆打进直球，因为向后旋转，所以向后跑。这个球可以用低杆击打，就能带着后旋转走到黑球的位置。左塞因为打在了偏心的位置，会把球向右挤，直球被打出了一点角度，所以往右跑并带有旋转。右塞也是因为打在了偏心的位置，会把球向左挤，直球被打出了一点角度，所以往左跑并带有右旋转。如果出杆方向修正了挤压产生的偏移，同样可以笔直打进，结果就是定在原地向右旋转。如何修正加塞瞄准的方法，我已经放在评论区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加塞有什么用呢？正常不加塞，用中杆打进球后，碰到库边时，入射角会等于反射角。如果下一颗球想打红球，反弹线路就会撞到红球。而如果加右塞的话，可以增大反弹角度，避开红球，可以打底带。如果加左塞打进的话，可以减小反弹角度，可以打中带。左塞加高杆就叫高杆左塞，修正偏移量后会笔直朝前跑，并且带有左旋转。这颗球如果不加塞，只用高杆击打是没办法走到黑球的位置的。如果用高杆左塞打进，白球吃库后会往左跑，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低杆加左塞就叫低杆左塞，修正偏移量后会笔直朝后跑，并且带有左旋转。跟高杆不同的是，高杆左塞是吃库后往左跑，而低杆左塞刚好相反，吃库后是朝右跑。这颗球如果不加塞，只用低杆击打，它的线路是这样的。如果用低杆左塞打进，白球吃库后会朝右跑。如果你想加强一下哪个杆法，点关注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年龄、球龄、杆法名称，我来帮你制定一套学习方案。下课。靓仔加塞的5个小技巧，最后一招也太神奇了吧！技巧1：当目标球被阻挡时，正常击打会碰到障碍球，此时要略微抬高一点手架，击打左塞低杆点位，瞄准在进球点右侧一点，母球就会拐弯绕过黑球，将球打进。技巧2：遇到像这种中带球，角度向右，可是下一颗球又在左侧，正常击打，白球无论如何也过不了中线。此时只需要击打高杆左塞，白球吃库后就会直接改变反弹角度向左走，轻松叫到黑球的位置，拿下这局。技巧3：遇到目标球角度较大，要走位黑球，正常打进，白球容易跑得太远，导致黑球不好打。此时加一个左塞旋转，白球吃库后就会产生减速的效果，顺利叫到黑球的位置。技巧4：遇到直角贴库球，直接击打，传递给红球的力量容易不够。此时可以瞄准红球靠后一颗球的位置，带口在左侧，保持手架不动，将杆头调整到左塞的点位，母球就会带着旋转先打到库边，再将球扫进。技巧5：遇到像这样的球形，球特别直，想要走位黑球，可是后方又有一颗球阻挡，打低杆会直接撞到。此时就要用到扎杆塞球，立高杆尾，击打中低杆左塞的点位。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学会的话，你让着我点哈。下课，靓仔。能打出这样的一杆长台低杆，绝对够你跟朋友吹上1年。别人打起来轻轻松松，怎么到你这就这么难？你过来啊！原因1：距离远，就需要更多的旋转来抵消台面的摩擦力。你的打点如果不够低，旋转就不够强。原因2：力量大，它需要非常熟练的动作能力。你的小臂速度如果不够，白球打到目标球的时候就没有低杆旋转了。原因3：大臂需要足够稳定。你一想着发大力，动作就会全部变形了，结果连球都打不进。
下面我给大家提供一种训练的方法，每天坚持训练，你也能打出超强的低杆。第一步，小臂加速训练。训练时尽量要稳定锁好大臂，球杆对准眼睛盯着这个目标点，小臂拉满弓之后，肆无忌惮的尽可能加速小臂的摆动。这个训练啊非常累，但是你的新的有力量的肌肉长出来之后啊，你就可以在稳定大臂的情况下，大幅度提升小臂的摆动速度。第二步，单颗球打点训练，先用小力进行训练，将杆头瞄准在母球尽可能低的点位上。只有点位够低，旋转量才能最大化。出杆时啊，你的眼睛要全程看着球杆，清晰的打在母球的击球点上。熟练了以后，再逐渐加大到肆无忌惮的力量进行击打。第三步，长台定杆训练，用最低的击球点位，尽量放松小臂，轻松的朝前摆动，只要能够打出定杆或者退回来一点点即可。目的是为了让身体去适应这个长台的环境。第四步，放开来去击打。此时啊，脑子里不要去想那些杂念，比如说害怕低杆退不回来，以为要发更大的力；再比如说，万一打得太低了，怕白球起跳。这些种种杂念都会影响我们的动作，所以抛开杂念，只专注在动作的本身，用最轻松的感觉去打出最高的速度，白球自然就会嗖的一下跑回来。最后再强调一下，不要去想结果，不要去想结果。好了，下课。靓仔，想提升台球准度必学的3个训练步骤开始教学。瞄准能力的培养需要3个步骤。首先，你需要拥有打准母球中心点的基本功。对于初学者来说，球杆就是瞄准器，但只有从中心线方向通过的时候，球杆的方向才与白球方向一致。如果出杆的时候打在了白球的左边，则白球的实际线路就会偏向右边。打在右边，白球的线路就会偏向球杆方向的左侧。想让白球的方向和球杆的方向一致，推荐训练方式：一个球朝对面库边笔直击打，弹回来能刚刚好撞击到杆头。等熟练了以后，接着进行直球瞄准训练。直球瞄准主要是为了训练重合度的感觉，要能预测得到白球最终撞击到红球时的重合度，用白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与红球的最左边和最右边相连，这就是白球运动的体积路径。把球杆放在这中间，这样瞄准直球会非常精确。瞄准的时候，如果完全重合，红球就是球杆的方向；如果只重合一点点，红球的线路与球杆的方向接近90度。所以当红球在这个位置时，看一下角度大概是90度，那就直接瞄准重合度一点点的位置。如果红球在这里，角度大约是45度，瞄准重合度大概是1/3的位置。训练角度球时，需要将2颗球定点进行训练，站在2颗球的正后方，通过观察带口与红球连线的角度来判断白球的重合度。初学者可以先走到红球的进球线后，用球杆辅助放在红球后方半颗球的位置，保持杆头不动，旋转球杆到白球正上方，朝这个方向击打就可以了。无论白球在什么地方，白球最终撞击的位置都是不会变的。下课，靓仔。台球想要打得好，姿势标准才能搞。每一次看到这种姿势啊，真的是受不了。专业鉴定，菜鸟。看完这超级详细的台球姿势，如果还学不会，算我输。第一步，目视进球线，身体中轴线对准这里，将球杆放在进球线上，让杆头顶着白球，白球与身体刚好是一根星耀球杆的距离。第二步，握杆位置先暂时握在中后段，一会儿最后一步再教你找到最适合的位置。第三步，重心脚向前迈一小步，踩在进球线上，右手击球就用右脚，左手击球就用左脚，脚尖不一定非要对准进球线，根据自己舒适程度来进行调节。从侧面看，脚心是踩在握杆手的正下方的。第四步，辅助脚平移至与肩同宽的距离后，再向前迈一小步。第五步，转动腰胯便会自然的带动左脚呈半弯的状态，同时也会给球杆留出足够的空间。转腰的同时，肩膀也会侧过来，使胸口朝向侧前方。第六步，保持头部处于进球线的正上方，开始弯腰向下，伸左手调整好手架的位置。此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握杆手的位置，杆头处于白球前，如果小臂不垂直地面，就调整到垂直地面的位置上，这才是最适合你的正确握杆位置。这样就把小臂的整个运动空间分成了后半部的运杆空间以及前半部分的延伸空间，发力会更加轻松。姿势完成后，从侧面看，上半身呈直角状态；从正前方看，手肘、下巴、手架、球杆呈一条直线对着进球线。有了这姿势啊，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下课。靓仔，球打不进，真的是因为你不会瞄准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了解一下瞄准的感觉到底是哪里来的。所谓瞄准的感觉，就是一种排除法。根据以往一次又一次失误时所累积的经验，除去你认为100%确定它打不进的方向，剩下的就是正确的瞄准线了。那么在训练瞄准感觉的时候，就需要清晰的观察得到这一杆是打薄了，还是打厚了。所以在出杆时，眼睛的注意力就一定要在目标球上。然而像这样在出杆时，眼睛还去看一眼白球，担心白球击球点打不中的同学，是永远练不出瞄准的感觉来的。第二，出杆前要先锁定好大臂的方向，小臂最自然的摆动方向永远是朝着肩关节去摆动。如果大臂的方向没有与球杆的方向处于同一平面内，出杆的过程就一定会歪，即使你瞄得再准也是没有用。可是，在趴下去以后，大家是看不到自己大臂的方向的，这是新手最头痛的地方。教大家一个方法，趴下去以后，通过小臂摆动起来，带动球杆前后运杆，去感受球杆的方向。如果球杆有左右晃动，这大概率就是你大臂的方向与球杆的方向不一样，需要左右调整一下手肘的角度，直到感觉球杆前后能够非常直了。此时稍稍给大臂注入一点力量，用于锁定它。这个时候再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目标球上，缓慢回杆，小臂放松加速，球杆就能轻松的打在进球点上了。这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的稳定后手的方式。记不住的同学记得保存下来，反复观看。下课。